俄乌冲突突出了印度的战略优势，但正被普京的选择所压制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贤少。最近，普京选择将乌克兰的4个州火速并入俄罗斯，并且进行局部战争动员，从而让这场特别军事行动正在变成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。随着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场陷入被动，俄军是否会使用核武器，又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。可以这么说，普京的决策影响的不只是俄罗斯与乌克兰，或者是欧洲和美国，还对保持中立的国家也造成了冲击，其中就包括印度。据印度《欧亚时报》报道，印度前外交部长的观点是，俄罗斯并入乌克兰的4个地区领土之后，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这场危机，也让印度对此深感不安。如果美国开始更有力地对俄罗斯实施制裁，那么对非西方国家的压力将增加，并在全球范围内加剧燃料、食品和化肥的短缺。对印度来说，是否采取持之以恒的立场，以维护其外交政策的完整性，这反映出印度的国家利益。随着西方社会对莫迪向普京发出不是战争时代的警告越来越重视，人们期望印度这次可能会投票反对俄罗斯。西方对印度在联合国针对俄罗斯谴责的决议投下弃权票大为不满，印俄关系的坚韧激怒了他们。印度被西方国家敦促要谴责并孤立俄罗斯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莫迪政府必须表现出强大的外交弹性，才能获得长期的利益。而获得任何一方短期的掌声并不是其目标。对于西方国家来说，印度对谴责俄罗斯的决议投下弃权票，并没有得到额外的收获。不过对于印度来讲，这意味着一个长期坚持的战略选择。印度在对俄问题上投弃权票可以有多种解释，比如解释为含蓄的反对俄罗斯的行动。莫迪说，这是一个非战争时代，而全球秩序是以联合国宪章、国际法和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基础的表述。间接的，它也涵盖了不支持公民投票和吞并领土的问题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印度保持了灵活性，呼吁对话是解决分歧和争端的唯一答案，保持外交渠道畅通，敦促各方立即停止暴力和敌对行动。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印度投下弃权票，是不认可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主张。那么印度前外长认为，在外交上，如果印度和中国都弃权，印度就不会太尴尬。而巴西和代表非洲的加蓬弃权，则避免了印度遭受更严厉的批评。莫迪现在坚定地告诉泽连斯基，冲突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，寻求结束敌对行动，主张进行对话和外交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此举可以避免更大的冲突。何况印度也对在俄乌战场上发生核冲突表示深切关注。在俄乌冲突爆发后，印度一直感觉自己站在了国际社会的 C 位，西方国家要拉拢他，俄罗斯也要拉拢他。但是随着这场冲突正在转变为一场长期影响国际社会的战争，甚至出现了引发核冲突的风险，印度面临西方国家要求其站队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。同样的情况也适合其他中立的国家。如果俄乌冲突的发展走向极端化，那将会给印度、巴西等中立国家造成更大的压力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所走出的每一步，都将会对各国的战略安全环境造成影响，
而其他国家必然会选择优先维护好自己的战略利益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